这么晚？你怎么在这儿？你怎么会在这儿？我得盯着你。我告诉过你别插手这件事情。你怎么这么爱自作多情啊？你是不是还不知道我爸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因为你知道，你离真相还远着呢。我不管你过去干过什么，我也不在乎。但这件事情很危险，我劝你最好离得远点。越危险越死。我一直活在你的阴影里。从现在开始，也该让你尝尝当影子的感受。好自为之。燕君，亲爱的孩子，你走后的第2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罢了，可是没有一天不写。因为你知道，你离真相还远着呢。今天上午9点，我市建设北路331号的瑞驰银行中华区总部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案，5名黑衣男子持枪闯入银行。20分钟后，驾驶一辆金杯车离开。目前，警方已经赶到现场开始调查，损失数额还在求证中，请持续关注我台的后续报道。今天上午9点，我市建设北路331号瑞驰银行中华区总部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案，5名身穿黑衣的男子持枪闯入银行。活动20分钟之后，驾驶了一辆白色金杯车离开了现场。爸，在你眼里，我就是比不过木夏，对吧？上次好了，你先去交管中心调监控，弄清楚他的行车路线。另外，这里的清点工作一样不能停。是。还有啊，销赃的问题，找几个人去查一查。好，我尽快安排。辛苦。穆教授，你怎么在这里啊？这家银行有你存款的？哦，有几项理财。啊，理财啊，理财还好的。这里损失最大的是保险柜那里。主要损失是什么？还在清点，
都是一些首饰、项链之类的东西。还有呢？还有就是穆教授，你问的不对呀。其实我在这儿也有一个保险箱。那你直接说好了，你号码多少？我帮你留意一下。不用了，不用麻烦了，你们先忙你的，谢谢。首先，咱们内部自己人不能乱，否则就会引起更大范围内的损失和不良影响，懂吗？好的，我知道了。去吧。爸，你是不是又不舒服了？我没事，丫头，没事。你去忙你的吧。我不去。你看，你在我这儿也帮不上我什么忙，对吧？听话，回去吧。真没事儿。爸都这个岁数，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左哥，左哥，怎么样？叔叔没事吧？工作这么多年，他第一回催我回来上班。左曼回来了，沈队。陈队，家里边还好吗？嗯，相信二队，他们一定会处理好的。谢谢沈队关心。收拾心情，刚接到报案，郊区发现一具尸体。你们也准备出发吧？是。右哥，左哥，怎么样？死者男性，30岁左右，发现尸体的是那位钓鱼的大叔。他今天在这儿钓鱼，尸体突然间从水里浮出来，马上就报了警。其他具体的情况就得等上科长检查结果出来了。薇薇，怎么样？死者这边有什么发现吗？死者被钝器多次击打，头部、背部均有不同程度的钝击伤，致命伤在后脑，死亡时间大约1周左右。其他的我要带回去检查，尽可能的还原击打顺序。有没有发现什么可以证明死者身份的东西啊？死者身上没有携带任何与身份信息有关的东西。先提取死者的 DNA 样本，送信息库对比吧，看看能不能找到人。另外，把本市这周失踪人口的报案全都调出来。查到死者身份了。啊！我查了本市1周内所有失踪人口报案，对比 DNA 确认，死者就是韩天明，山水地产的少东家。报案人是他老婆，说上周的一个晚上，他说出去跟人谈事儿，就再也没有回来了。问过所有的亲戚跟朋友，也了无音讯，于是就报警了。在哪儿谈事儿啊？对方的信息知道吗？谈什么事儿啊？捧小女朋友场呢。Five 酒吧台柱子叫安琪，服务生说2个人一直是哥哥妹妹的叫着，很亲热。但是那天晚上，安琪突然像变了一个性格一样，韩天明不爽，就跟他吵了起来。后来就把他带走了，去了哪儿不知道。可能这个安琪就是最后见到韩天明的人，能联系到他吗？电话关机，联系不上。那他地址呢？马上就到。马上，已经多久的事呀！哎，这是你家吧？我跟你说，你们家到底是怎样一回事情了？是水管坏掉了，还是水流通话就完了？水都淹到楼下了，你把这个臭气了！大姐，我想说的是，我不是这家的业主。哎呦，你不是你要凑什么热闹了？这介绍点，你怎么是？不好意思，堵车。哎呦，快点呀！哎呦！好像从里头锁住了。啊！给妹妹打电话吧。别激动，我叫开锁公司。啊，对，赶紧，开锁。哎呦，这哪来的这么多水啊？哎呦，你快点，有急就开锁。
一会儿多一点。大家都认识1302的那个姑娘吧？哎呦，当然认识，认识，哪能会不认识了？吵架都吵了好多回来。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讲啊，都是他那个破喇叭闹的。一到晚上啊，这闹是闹腾的嘞，吵得我嘛根本就没有办法睡觉。为了这个事情啊，我报警都报了好多回来。他倒好，根本就不把我们这些住户放在眼里的是吧？是的呀。哎，你别看那小姑娘人长得挺标致的，其实她的人品啊真的不怎么样呀。哎，我好几回在电梯里面看到她，都是在不同的男人回家过夜的。就是我也看到好几回。哎，我跟你讲哦，这个懒哦，懒是懒得了一塌糊涂哎。我每次来打扫都是成堆成堆的。哎呦，你们不知道，我有一次去找他理论哎，不但不道歉，凶得要死哦哎，用语差哦，还骂我。不是吧？那小姑娘文文弱弱的。她租我房子的时候态度挺好的呀，都是她身边的男朋友哦。哎呦，啥事都不管，对小姑娘态度特别差。我跟你讲，你们这些男人啊，就是被这小姑娘的漂亮的面孔给蒙蔽掉，你知道吧？这个小姑娘就是不是个好料，秋得很。喂喂，天明过来。写什么了？安琪承认杀害韩天明，并且抛尸的犯罪事实。那就是畏罪自杀呗。伤口外深内浅，割断大动脉，倒是符合自杀条件。不过，死者左手中指有肉茧，他应该是个左撇子。那应该割右手更顺一点呀。你们看。死者体内残留有2乙酰吗啡成分，也就是海洛因。初步怀疑死者是注射过量海洛因致死。但是在现场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涉毒的痕迹。我们怀疑过现场发现的遗书是凶手伪造的，但是笔迹鉴定确实是死者写的，有可能是凶手杀害死者之前逼迫死者写的。死者在3天前回家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目前无法确定凶手进场和离开的时间，而且现场的门窗都是紧闭的。整个房间没有指纹的痕迹，又是间密室。客厅的窗户是独立的，两边没有相邻的窗户，所以凶手不会是从客厅进入到现场。但是这个卧室的阳台的窗户倒是有可能。可是隔壁的小夫妻，一个上白班，一个上夜班，家里始终都有人。如果有外人进来，是一定会被发现的。这个窗户的开合位置有缝隙，所以想要从外面上锁并不难，只需要找一根细线系在手柄下方，然后从外牵引手柄，等到手柄到达位置，再把细线拽走就行。而他就是依靠隔壁的空调间进出现场。哦，我马上通知痕检。车里有什么发现？我们在车里找到了驾驶证和车辆行驶证。还有什么发现？车的后备箱有血迹，需要进一步核实身份。如果确认属于韩天明，那么这辆车很有可能是运尸的工具。联系交管部门拿视频资料，看当晚谁是驾驶人，然后根据行车轨迹找找案发现场。是。痕检部门已经测量了，脚印的间距是在60厘米左右。可以推测凶手的身高至少在1.6米以上。另外，他们跟到16楼以后，发现脚印不见了，所以推测凶手是从16层离开的。我问了辖区派出所，当天他们确实接到了 B 座16层的报案，
但是因为户主没有任何的财务损失，所以没有继续再做跟进。时间呢2天前。我们把小区监控都拿回来了，这个人除了单元门口的，其他地方都没有他的身影。我们怀疑他对这个小区非常的熟悉。思文，安琪的前男友。按照房东的说法，思文跟安琪当时已经是同居关系了，他肯定对这个小区特别了解。你好。思文吗？啊，什么事儿啊？最近几天忙什么呢？我呀，就跑长途，拉货。怎么了？没和女朋友联系？我哪有女朋友？安琪呢？那娘们儿早就分手了，都1个月了。为什么分手啊？警官，这是私事儿吧？你们警察管得着吗？你是想现在说，还是我叫你回警局慢慢说？哎，别急。绿帽子，对方是谁啊？好像是什么一个山水地产，姓郝的。哎，不对，姓韩。他们在一起多久了？他告诉我1周，不过怎么可能啊？至少半个月了。那娘们儿就跟疯了似的，天天晚上往外跑，往外搞，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在跟安琪接触的这些人当中，有没有比较特殊的人？什么意思？就是不好的人。跟他接触的人能有什么好人啊？这半个月，你都没去过安琪那儿？不是警官，我发誓，我跟他分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你确定？我当然确定啊！不跟你去我们公司调查，我一直在跑长途拉货，昨儿才回来。我们跟踪车辆从酒吧出来，根据监控录像的画面时间，还原了韩天明车辆的行车轨迹，最终发现他进入了江宁路地段。时隔2个小时左右，这辆车又从江宁路开出，经过黄海南路、思之路、山木路等地，一路往城外开去了。江宁路那边都是高档酒店，如果事发在酒店的话，应该不会没有人报警吧？那边有没有一个叫山水地产的楼盘？有。哦，对了，穆教授，从画面上看，第2次开车的人和第1次的发型有些不一样。由于画面比较模糊，需要一段时间来进行技术处理。行，谢谢。穆教授刚才拍了我一下。王队，总办，你先忙去吧。那个，怎么了？想问你父亲的事情啊？我知道，按照规矩我不应该问。要相信自己的同志嘛。放心好了，目前进展蛮快的，破案只是时间的问题。怎么穆教授没有跟你讲过啊？他跟我讲什么呀？就是这件事情啊，案发当天他也在现场的，你不晓得啊？他怎么会在现场啊？说是办业务来着，要不你问问他好了。哦，好，辛苦您啊，王队，也辛苦2队的同志们。好了，去忙吧。不要分心啊。是。爸，您是不是又没好好休息啊？背着我又处理了好多事儿吧？丫头，放心吧，爸有分寸，不会这么轻易就倒下的。别操心了啊！我告诉您一好消息，王队刚才跟我说了，人很快就能抓到，您可以松口气了吧？真的？嗯。丫头，这些天啊，我也听别人说了些七七八八的，我总觉得这次抢劫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你想，我们银行刚更换了更严密的安全系统，怎么可能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您觉得是银行内部的人干的？这个不好说，
我也理不清楚这个头绪，这就看你们警方怎么查了。你怎么来啦？我知道你还没走。听王队说你对银行的案子挺感兴趣的。银行刚升级了安全系统，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不可能不关注。思文那儿有什么发现吗？我查了思文的通讯录，他确实说了谎。在安琪死之前，他们俩就有频繁的通话。安琪死之后，他仍然在给他打电话，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没有问题。我调查了，思文是个赌徒，而且就最近这些天，他越赌越大。我就好奇，查了一下银行的记录，你猜怎么着？都是安琪给他转的。你看，安琪一个酒吧驻唱，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而且他这些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呢？然后你再看看时间，都在他们分手以后。喂，思文被人打了。你这个怎么回事啊？没事，自己摔的。你要不说，警方可帮不了你啊。李全，李全，我知道，他是安琪打工那家酒吧的老板。不是警官，我真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说起。就从你被打开始说起。我被打是因为一个视频，那还是安琪给我的。视频？视频什么内容啊？贩毒。不是要我说那，哎呦，我说那一定是李全杀了安琪，那因为安琪有李全的贩毒视频证据，一定是他。左哥，动机算是对上了。安琪拍的视频怎么会在你手上啊？因为，哎，喝。喂，思文，求求你帮帮我，我出事了。不是你要干嘛呀你？我杀人了，思文，不是我故意的，真的，是他先动的手，他强奸我。强什么奸呀？你不是跟那个姓韩的不玩的挺享受吗？啊？思文，那不是我，那不是我，那真的不是我，你相信我。我告诉你啊，别再给我打电话了。思文，你为什么不相信？你有完没完你？思文，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告诉你啊，别再给我打电话，我不会帮你。你要真有点什么事儿，你也是活该。别给我打了。那可是杀人呢，警官。我要是帮了他，就是包庇罪。我能给自己找这麻烦？我还是懂法的。你要是懂法，你就应该在接到安琪电话的第一时间报警。先不说这个了，我问你，那视频怎么会又到你手上了？我不是欠了一笔钱吗？所以只能什么？我劝你把知道的都说了。本来我是想拿韩天明这事儿来要挟安琪的。他哪儿来那么多钱给你啊？我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那么多钱，这不后来才知道，他拿着李全贩毒视频的证据管李全要钱。后来，我估计他也感觉到自己危险了，就把那视频给我了。那我又没空镇住，想找李全要点钱花。说谁想到刚一见面，那李全就把视频抢走了，把我打成这样。要我说，那就是安琪故意的，把这么一害人的东西给我。你要是不贪心，你能成现在这样吗？赶紧回队里跟沈队报告一下情况，看看有没有别的组在跟李全的案子，咱们能不能抓人。
根据韩天明手机录制的视频可以推测，安琪是在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出于自卫的目的袭击了韩天明。真没想到是安琪杀害了韩天明。那是谁杀害的安琪呢？我倒是有一个怀疑对象。谁啊？帮安琪当天晚上处理尸体的人。江宁路的监控拍到安琪当晚曾同一名男子驾驶韩天明的车离开案发地，但是由于画面不够清晰，我们暂时无法得知这个人的具体身份。另外，斯文透露了一个关于毒品的线索，我已经问过缉毒大队了，他们那边确实在跟，而且据说今天晚上就有行动。上海都在啊！今晚缉毒那边有行动，咱们队去支援一下。5分钟，大会议室啊。王队，王队，等我好消息。提高警惕。怎么了，苏哥？没事儿。没事儿。放心吧，万一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一定护着你。哼。目标出现。李全。我包抄。刘哥没事吧？没事没事。行，给我起来！老实点，走。哦。没事吧，小柚子？我没事。没事，起来吧。我觉得这个姿势挺美的，我躺会儿，地上舒服。早就让你多练练体能吧，你就是不听。到时候沈队真拿你换超哥。走了。哎，我撞着膝盖了，你倒是拉我一把。来。哎，你人，快点。哎呦，动。重。看你们这意思啊，是觉得我杀人灭口？我们警方会按照证据办事的，你就老实交代吧。我要想杀人灭口，我早就做了，我还用等到给他们那么多钱再去做这事儿？我说警官，你们能不能动动脑子？上礼拜你在干嘛呀？上礼拜，反正我没杀人。原来是跟外地的毒贩做交易，真以为我们查不到。如果凶手真的不是李全，这意味着咱们的线索又断了。哦，那我们不是又进死胡同了？天呀！咖啡喝不喝？喝。来了，我一直等你的。你怎么会有这个？鲁班锁，随便玩玩。木夏也会啊，这还是他在英国教我的呢。哎，听说瑞驰银行出事了。无论你想暗示我什么，都是不可能的。没暗示什么呀，我就是看到新闻报道，关心你一下。
穆教授，你家的锁还好吧？可惜你晚来一步。你要的东西，我们哥几个可是帮你拿出来了，也希望你说话算数，答应的东西可不要反悔，否则咱们一定牢里见。你到底是谁？老实点，老子！起来！好点。能拿多少看你本事。现在呢，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情况，队里需要穆教授配合调查，但是我们联系不上他。我知道你们两个跟穆教授关系好，如果穆教授联系你们，必须马上向队里汇报，明白吗？是。
如果有一天当你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你可以向我求救，还有我在。各位同学要注意，作为一个刑侦人员，时刻保持高度的注意力是最基本的，因为在犯罪现场会有许许多多转瞬即逝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往往就是整个案情的关键。如果我是他，我会注意到什么？左哥，监控那边我发现了，彪子根据各个路口的画面信息，最大程度的还原了那天晚上开车的人。你好。二位警官有什么事吗？请问你认识一个叫安琪的女生吗？不认识。你的手机屏保照片是？安琪经常去你那儿买药吗？而且买的都是伤药，她经常受伤啊。她男朋友打的。她男朋友脾气不好，会经常为了些小事打她。安琪的性格太温吞了，所以不敢反抗，只能一直忍着。你说的这个安琪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安琪吗？她不是挺厉害的吗？你同情她？换做任何人，都会同情这么一个善良瘦弱的姑娘吧。你知道安琪有男朋友，你居然还敢明目张胆的把她的照片当屏幕保护，你不怕她发现了尴尬呀？还是说，你知道她再也发现不了了？安琪是我杀的。你为什么杀她？因为她该死。他一直利用我对他的情感让我帮他，我良心里一直过意不去，我想尽办法劝他赶紧自首，可他反倒威胁我说，如果我把事情说出去，他就告诉警察人是我杀的。我怕他真的说出去以后害了我。那海洛因是怎么回事啊？是我从罂粟壳里提取的2乙酰吗啡。还能这样？那罂粟壳是哪儿来的呀？药店就有，得靠方子抓。我是药剂师，想弄点回家还算比较简单的。我总觉得哪儿不太对劲。你还记得他的杀人动机吗？按照他的说法，应该是激情杀人才对，可是他的杀人手法是经过精妙的设计的。你懂我意思吗？但是，他指认现场的时候很清楚，包括一些细节，你像擦掉指纹、药瓶还有信封的摆放位置，这些都没问题。我要的那些东西呢？那儿呢？你先凑合用吧。
些人查怎么样？哪有那么容易查？我只有1天时间。大哥，我又不是大罗神仙，我在这多待1天，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那个什么，你在这等着，我马上去查，你等我消息。我打听过了，你让我查的那几个被逮进去的人啊，是最近才出现的，只在这块活动。我呢跟这老板特别熟，一会儿看能不能问出点什么，你见机行事就行了。甘老板在吗？在，不过心情不太好，你小心说话。好，谢谢。自己家兄弟带着见下世面啊。那个情况不太对，你先别说话。怎么了，甘老板？闷闷不乐的，谁惹咱们甘老板生气了？来来来，跟兄弟说一下去。滚！甘老板手表不见了。看见了吗？我对比了现有的图库，没有发现与之匹配的。小哥哥，倒回去。停，不是画风的。
凶手靠近了这辆车，咱们或许可以提取到指纹。但这车停的位置不太好呀，只能看到副驾驶的位置。但你看副驾驶这位置，前面有一个抽纸盒，咱们把小区门口的监控录像调出来，找到这辆车。那怎么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呢？笨呐你！你就看着这个监控，确定车子离开的时间，然后再找小区门口的监控录像，不就行了吗？对呀。谢谢您的配合。应该的，幸亏你们及时找过来，不然啊，我今天洗车，肯定车上那些什么指纹呐，怎么样？都没有。找到了吗？您还找指纹呢？指纹有点多，得一个一个踏下来，再做筛查。辛苦了，回头请你吃饭。嗯。不但不道歉，凶得要死，还骂我。换做任何人都会同情这么一个善良瘦弱的姑娘吧。死者左手中指有肉茧，他应该是个左撇子。马上通知尚科长，让他探验死者的指纹。我怀疑死者不是死者。根据指纹和掌纹，基本上可以认定死者确实不是安琪。而根据现场所采集的生物检材，皆与死者的 DNA 符合。如果不是死者本人的，那只能说死者有一个双胞胎姐妹。但是我看了所有的资料，说死者是个孤儿，没有孪生姐妹啊。资料上没有，不一定真的没有。还记得沈飞的口供吗？他的描述跟思文和邻居的截然相反。请人眼里出西施呗。不，沈飞的描述跟房东是一致的。而且我记得思文曾经说过，安琪的性格突然大变。不可能吧？有可能的。那为什么呢？为了交换体验人生？等找到安琪，一切就都有解释了。你们看过案发之前的监控视频吗？啊？死者总该有一个进场时间吧？行李箱应该是凶手把死者运到现场的工具，不过照现在看来，他应该把行李箱已经给扔了。只要这个箱子没有扔出小区，就有办法把它找回来。左哥，箱子找到了。好，痕检那边已经确定，这箱子就是运死者的工具。但是这个牌子的箱子，货源太多太杂了，查起来太困难了。没准儿死者在现场还会留一些其他的东西，要不我去找找？哪位？是我，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接电话。大哥，你在哪儿？二队正在找你。听好，我只说一遍，让王队用紫外线灯检查他们的手臂，他就会明白。你说一半，我能明白什么？我现在只能相信你了。当然，我们是兄弟，我当然会帮你。你还不相信我吗？但你不能一直躲下去。你赶紧回来。现在还不是时候。喂，喂，
是木夏吗？他说什么了？他说让王队用紫外线灯照。你知道规矩的。我去找沈队。别动！玩点。这图案什么意思啊？该交代我都交代清楚了，东西也在你们手里，其他的我无话可说。我劝你看清形势，早点坦白，争取宽大处理，否则的话，你一定牢底坐穿。哼，性子还蛮硬的啊！把这档案全部调出来，一个一个的查。是。告诉你，干净的人不会在我们这里出现的。王队，交代什么了吗？他就算是不交代，这个图案我一样可以查到。我再嘱咐你一句，如果穆教授再给你打电话，你一定要拖住他，让他赶紧回来。我知道。起，这是把酒洒上面了吧？左哥，好，我知道了，那尽快把他的资料给我吧。啊，谢谢。安琪确实是被领养的。福利院那边已经证实了，她有一个双胞胎姐姐，现在正在找她姐姐的养父母。我比你快。痕检那边查出死者的衣服被泼了鸡尾酒，里面有新鲜山楂的成分。我查了几家专门用新鲜山楂做基酒的酒吧，其中泰山路有家店的老板说认识这个姑娘，不知道名字，但知道是附近舞蹈学院的学生。那就把照片给舞蹈学院，让他们协助调查。给彪子打电话，让他注意苏倩的身份信息。苏倩，系主任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有说什么事儿吗？不知道，貌似是有人找你。有人找我？你说这安琪不会有所察觉了吧？哎，彪子。确定吗？几点的？好，我知道了。安琪刚刚用苏倩的身份证买了一张机票，现在应该是在去机场的路上。老师，麻烦您跟门卫确定一下车牌号码，咱们电话联系，好吧？好，谢谢啊。安琪，
我就跳下去。安琪，你先别冲动，你跟我回去好不好？为什么？为什么你们就不能放过我呢？我好不容易才得到这一切，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你冷静一点，有什么事我们共同面对，共同解决。解决不了。好，你别冲动，别冲动。安琪，你听我说，韩天明的事是个意外，那不是你的错。你冷静下来，你跟我到那边，咱们慢慢说，好不好？晚了，都晚了。你不说，我们怎么帮你？其实那个男人是苏倩找的，所有这一切都是苏倩招惹的。从小我就知道我是被捡来的，他们养我，只是为了换他们儿子将来娶媳妇儿的钱。我初中都没毕业，他们就把我卖给了一个40多岁的老男人。当天晚上我就从家里逃出。我真的好不容易才到这里，我是真的想活下去。为了活着，每天都在酒吧里面对形形色色的人。我以为我这辈子也就这样，直到我遇到了苏倩。哎，你们俩长得好像啊！哈根达斯，你肯定没吃过吧？看你心疼的样，你吃我的吧。后来我才知道，收养他的是一对商人，家里很富有，他从小就可以得到了一切。可是他竟然还不满足。苏倩，你今天怎么约我来这儿啊？你不上学啊？你不知道大学的课都是很无聊的吗？上不上都一样。还是你好，每天都能去酒吧玩。我那是赚钱，不是玩。唱歌跳舞的多好玩啊！哎，要不这样，你替我去上学，我替你去玩，赚钱。哎，安琪，好不好嘛？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适合他，也适合我。我甚至觉得，老天爷终于把我的生命轨迹掰回来。可是没过多久，苏倩她竟然说她想要换回去。可是我不想啊。可那毕竟是别人的人生。我知道，所以我就当是做了一场美梦。可是你们知道吗？苏倩她之所以想要换回来，是因为她招惹了毒贩，她拍。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是我连累了你。为你做的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真不知道这一切是谁的错。从来就没有能交换的人生。我们队查到那个图案了，跟一个叫极乐鸟的国际制毒贩毒组织有关，并且根据我们在穆教授家里搜集到的资料来看，他好像也在调查这个组织。那这么看来，有没有可能是一次针对穆教授的栽赃？我当然是愿意相信自己同志的，但目前没有任何一项证据是可以帮到他的，你晓得吧？案子我会继续查，但老沈，找人这件事情你得帮帮我。如果穆教授还不出现，我只能采取全城通杀的手段，到那个时候，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的。我明白。这件事情，我们队一定会配合。难为你了，兄弟。找你的。哎，喂，二队查到极乐鸟了。木木，你找了周子帮你啊？事情有点复杂，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听好了。记住了吗？木木，你赶快出现吧！你消失的越久，对你越不利。我们是兄弟，如果你是冤枉的，我一定会帮你。你们不用找我，我会出现的。现在还不是时候。喂，喂。他们为什么会知道？哪位？我们得聊一聊。好啊。王队，没人。人呢？他给我打电话，我第一时间就通知您了。人可能走了吧？他还可能在哪里啊？周子，周子应该知道。
有些事儿，你该给我一个交代了吧？他告诉你的。你一直都知道，你什么都知道，可是你什么都不说，我还傻乎乎的什么都告诉你了，竟然相信你会帮我。你信不信我？我现在不跟你说别的，你必须跟我走。我不会跟你走的。木夏，你别逼我！我会回来的。报告王队，发现木夏踪迹，请求增援。